这个党庆呢，中共呢，它的最大的目的呢是因为它逢周年它都要庆祝嘛，它这是它一个惯例。那么它一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继续在国内，他借这个机会啊，去宣传他执政的合法性。他要说他 OK， 他代表中国人民，他为了中国做了这么多事儿，就算人不相信吧，他会那么去说。因为共产党说的话从来都是很多人会有很多争议嘛，但他不管那些，因为他是靠强权在压制、在统治这个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宣传什么，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是考虑的，他并不是考虑你怎么感受，他要考虑的是我怎么灌输，你要怎么接受。所以说呢，他在宣传的过程中，在他这个做党庆的过程中，他主要是对全民洗脑又有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节目里是从来不放共产党的那个盛大的场面，因为他那个盛大的场面本身就是在洗脑。那中国人一看，哦，这鸟巢这个放的烟花好大呀，这个东西好壮观呢，是吧？这个看这个人民，朝鲜也这么搞啊，朝鲜他不有那个什么阿里郎的表演吗？一搞就是1万个演员在场上演，多壮观呢！以前毛泽东的时代，中共也是搞什么东方红是吧？一堆人在台上演，多壮观呢！现在这个百年党庆也是，天安门整一堆人，一鼓掌，他是下面有领掌的，下面 OK 鼓掌，完下面啪鼓掌，这个掌声热烈点，他下面有这样会给你做手势，完下面就掌声热烈点，就是这样，他全都是做出来的。但他就是要这个东西，你旁观者看不到，但是他是用空拍从上面拍。你这样一个盛大的景象，你拍出去看，哇，中共好强大呀！这真的是谁碰了谁头破血流了。他把那个鸟巢的东西放出来 ，OK， 所有的影星都去表演，完事那所有的场面包装的非常的宏阔。那这样的话，他一放出来，哇，大家一看到中共真的有钱，真的好厉害。那他就是要营造这个效果。他的百年党庆的最大的目的是继续给中国人洗脑，这是他的最大目的。至于说外国怎么看，外国怎么样，他庆不庆贺他自己心里都有数，他自己现在在国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德行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货色，他自己心里是大概有个数的，他不在意这些，他主要目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洗脑。那至于说他一定，那他党庆嘛，他一定也要是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呢，说你看这个有外国的人来，但是大家知道这次党庆几乎就没什么外国元首去。你说普京俄罗斯跟中国人的那个他发音叫普京啊，不是普丁，所以我现在一般习惯就说因为我们观众里有很多人他是习惯叫普京，所以我经常叫普京。那这普京呢，他也很明白这个情况啊，里边的利害关系他也很懂。你说他要是真跟中共好的话，这百年党庆他就是去天安门多好啊，跟习近平站在一起，但是连金正恩都没去。习近平估计也不会让金正恩去，因为他会嫌金正恩这个分量不够啊，他可能会找，要是美国总统都去的，假如说美国去的话，他会非常欢天喜地，但这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就说呀，他肯定是会希望有人去他党庆去捧场，但没有人去，这是一点啊。那再一点呢，他为了给自己贴金，营造一种万国来朝的一个局面，他勉强发了一个什么？他发他的官媒啊说 OK。有这么1000来封贺电啊，这个信函啊，祝贺所谓的党庆，还有一个什么150个国家元首啊，什么政党组织啊，发来贺电呢，发来贺词，全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啊，就是日本有一个党派，他还不是执政党，他的人他就在中共说完之后，他就直接回怼，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我主动要发的，是你中共来发请帖让我发，我才发的，对吧？那日本有这样的。那么在其他国家也是，它是有的西方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它是个别的党派议员，他是没办法了，真的是，中共他可能给他发了一封什么请柬呢？他是勉强的给一点面子哈，他给写了一封大概那样一个，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或者机构啊，或者什么国际上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发给中共的贺电呢？比如说印度的共产党。啊，印度也有共产党，但都是小众党派。那这样来讲，就是说，给中共发贺电的，一来呢，他可能是啊，就是说，这种西方的是实在不行，勉强给中共一个面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跟中共是同一货色的，都是共产党或者是左派党派啊，左翼党派，这样的会给中共发一点这个祝贺。还有一类就是有求于中共的，我看了一下，中共说什么多少封贺电。
它里边大多数都是中美洲国家那拉美国家然后呢还有这个中亚国家，还有就是非洲国家，都东南亚非洲国家可能都少，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大家发现没有，都是有就中共它用“一带一路”各方面去收买各方面投资它其实跟中共它有一点投资关系，或者是有求于中共，它才要来发核电。但是 G7国家，什么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没有发核电，就是以政府名义的核电都没有。就美国总统发了没有？日本的元首发了吗？也没有。所以说中共说有150个国家元首给他发什么核信，我都打很大的问号。这 G7国家都没发，你那150个国家哪来的？他可能连，我猜会不会是把这个一些元首级别的人都算进去了？他并不是元首，他是元首级别的一些人的，他都算进去了。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就很，就是说中共它这个东西就是只能是唬人这如果我们细致的去研究、去深入探讨的话，会发现它这里边根本就是很多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来一个外国元首去天安门跟你习近平站在一起，那是最直接的，但是没有人去，可能一直最主要的就是你中共自己那几个人。所以说他这个其实要是细说起来讲呢，确实是他的一个丑事儿。那么刚才您提到这普京我就简单说，这普京呢，他其实他几次讲过，他自己呢。他是坐山观虎斗，他引用过中国的这个谚语就是2个老虎打架，猴子在山上是要看着的，所以他就是那个猴子。所以说他美国他不得罪，中国也不得罪，但是呢，俄罗斯普京的体制它是一个威权体制，它不是独裁体制。威权体制跟独裁体制的区别是，它会给人民一定程度的自由。那中共就不是，中共它是个独裁体制，有的媒体，西方媒体也叫它威权体制，我觉得不准确。它就是独裁体制，它不会说给你什么自由，它是完全是控制的，政府要控制一切。俄罗斯不是，俄罗斯是威权体制，它是给你一定自由，然后呢，它是总统这俄罗斯的这普京他权力很大然后呢，但是呢，他给你一定自由，所以说他这个体制是不一样的，他已经抛弃共产主义了，而且俄罗斯有什么宗教仪式，普京是去的，很虔诚，在宗教这教堂里面做洗礼做礼拜普京是非常虔诚的，所以说他是信神的，这跟共产党无神论又不一样。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普京跟中共、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红色中国，它是有根本不同的。所以说现在俄罗斯跟中共完全是利益关系，它没有任何的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沟通都没有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沟通是怎么样呢？就普京有的时候，像前些日子就是，普京拿出说你们别忘了以前是谁。普京不是这么说的大概他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别忘了当初你们是怎么起家的，百民党庆嘛，你别忘了当初你们是怎么起家的。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中共当初只不过是前苏联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那当时你们的活动经费都是苏联给的，所以你们不要忘了是俄罗斯帮的你。那意思是你现在中共再给我点利益吧，再给我点好处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普京会拿着意识形态去玩中共，他这样的。但是他跟美国呢，他就不谈这些，他跟美国谈的是自由民主价值，他不会去 promote 美国式的民主，但他会否定美国，批评他的民主，他会说俄罗斯也会怎么好对不对？他会这样跟美国，他会所以说呢，按这个角度来讲呢，俄罗斯反而跟西方会更近一点，俄罗斯跟西方稍微更近一点，跟中共完全是利益关系所以说呢，普京他很聪明他这次他不是说。他知道中共臭，谁沾谁臭，所以说呢，他不跟中共看所有国家都没给中共核电G7国家他也不想跟中共在一起，就臭到这种程度，所以普京就说我以个人名义给你发个核电，这就是面上就是表面上过得去就好了就是并不是说以俄罗斯的政府名义给发什么核电那这个完全意义就不一样，所以说这普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很会玩弄权术的一个人。那共产党他现在就是这个情况